大家好，我们这节课呢是要讲一个两连翻的花头。我们首先呢，把这个两连翻的花头呢给大家这个示范一下之后，然后我们讲解它的画法步骤。还是再说一遍控水啊，每天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把这个笔浸润透之后啊，我们再豁了几下子，让它呢浸润的更好。然后在这个笔洗边上啊，我们给它刮几下，刮几下其实就是使劲甩不滴就行。我这个是上节录制的课程里边还剩了这些颜料，我们直接就可以用它呢来画这个花头，还是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、花青啊。我们因为是零基础的课程，暂时呢不需要画太复杂的这个调色，要不然呢咱们大家会把这个颜色啊就弄混了，会更不容易掌握。还是把这个玫瑰红给它从笔尖呢一直调到笔根啊，笔尖调在笔根，先给它均匀的薄薄的调一层。给它调在笔根处之后啊，这样的很薄啊，应该是笔根处很薄，然后再从笔尖到笔肚给它加浓一点。如果单独用曙红、胭脂和花青呢，其实呢它就容易发旧啊，发灰，不好看。所以我们一般的时候都是混色去画牡丹，画出来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好一些。这个活化颜料啊，这个很多都是，尤其有些矿物质颜料，它干了之后它会发灰发白，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些颜料这个缺陷。唯一的办法呢就是用其他的颜色啊去综合它啊。这个呢除了掌握技巧之外，还要掌握它的配比，掌握它的控水，这样呢才能把这个颜料啊它的鲜艳度啊纯正度发挥到极致。好，越到笔尖呢越浓一点，然后再把曙红给它调，从笔尖呢也是调在笔肚，然后胭脂调在笔尖的10毫米之内，花青呢调在5毫米之内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花头，先画一个中间瓣，中间瓣呢最好给它分2笔，然后呢我们补一点深色，笔尖补点深色啊，补点这个花青，在它的1/3处，这整个起瓣的1/3处啊，我们画一个小半圆，圆过来这样，然后再来一笔挨着它啊，再画一个小半圆，然后去填这个空白。填这个空白也是有说到的，怎么填的问题。笔尖洗点水，我呢把这个笔洗呢放在这跟前儿啊，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我什么时候补水。把这个笔尖压下去，然后笔根包住这个，一定要包在它的外边，然后快速的去提，看这个快速去提的好处是什么啊？假如你一笔没填上也没事啊，你可以再回补一笔，但是快速去提才能把这个光面啊给它画出来。如果你提慢了，不仅因为它这块有这个搭界处它是湿的，所以你要快速的去提才有光面。然后第2笔也是快速去提啊。为什么有的咱们学员画出来呢它就显得脏啊？其实跟笔数有太大的关系了。好，我稍微看补一点水，不是中途不能补水，而是补水一定要什么啊？要慎重。
补完水之后，假如你在笔尖的地方稍微补点水的时候，你可能这个笔根什么的还会缺水，那你就给它这样沥一点，沥一点之后，这个水呢就会往笔根去渗透啊，然后笔尖再补点深色啊，滑动一笔啊，到这块停，然后去用这个弧度啊去走这一笔，走成一个弧形，去走这一笔。顺势贴一笔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笔里又干了啊。现在呢，我笔肚吸水，注意啊，如果一笔呢没有吸到位置，一定要慎重的去补水。如果你水补多了啊，感觉水补多了，那你就什么呢？你就要用别的纸啊，用一张废纸去给它擦掉。我现在呢，应该是笔里边水啊补的正好。好，我们再调一遍颜色啊。这个是玫瑰红，从笔尖呢调在笔肚，然后把这个曙红也从笔尖调在笔肚。笔根有颜色，不用老是调，不用老是补。把这个胭脂调在笔尖的10毫米之内，花青呢调在5毫米之内。刚补完水，补完色，应该说它比较这个湿啊。我们这时候呢，不要去抠花心，去画外围的大花瓣，它可以画的比较润，但是下笔要快一点啊，连续下笔，这个画出来这个润度就刚刚好，特别好看啊。这外边呢，也给它再来一笔啊，那有参差啊，这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去补这个花心，这回我这笔里的水分刚刚好，这时候千万不要补水啊。然后我们再去直接调点深色，抠花心。花心部分啊，在抠花心之前呢，你可以用这个浅色啊，先搭一笔。这块也是搭一笔的目的呢，让它里边再来一层，然后笔尖稍微调一点深色，用这个来回挑来挑去啊，出它的层次。你们看一下，这里边的层次就出来了啊。可以呢，再调2笔啊，这个层次是不是就出来了啊？它就挺好看的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外围啊，这个位置再出点花瓣，这块也是啊，让它这层次呢，这就是修啊，这个外围是在修，层次感再加强一点。这个花头呢，快画完了，再补一点水。画外围的花瓣的时候，我说一个重点啊，咱们注意一下，记不住你可以拿本记一下。外围花瓣的时候啊，要湿润一点，水分要稍微大一点。里边花瓣的时候，因为它比较精细，笔触要小，你要控制水分，水分让它少一点啊，这是我的经验啊，我希望大家呢也能受益。给它贴过来，这个可以给它变成2个花瓣啊，这个就是一个2连翻的比较大一点的花瓣了。好，我继续吸水啊，我每次吸水呢，咱们都能看到，因为是啊，笔洗再放在这个位置，推出去，这个花瓣可以这样推啊，推一下之后呢，兜过来一笔。这个好处是什么？你兜过来这一笔就是给它收，然后
这几笔啊，给它补上，底下再来一个大的花瓣。这个花头呢，可以当一个画的主花的大花头，比较大。笔尖稍微来一点深色就行啊。这块呢不是固定的多少笔，而是看情况。有点飞白也不要紧。啊，这朵花呢就画完了。这一笔它们之间有点空，可以给它斜上去啊，来一个很润的花瓣啊。我们这个花头呢就画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点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层次啊，不是都实的，是不是有虚有实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一会儿呢，我们分解步骤去讲它。外边有点吵啊，关上门。然后我们点蕊，这个是一小组啊，我们再来一大组。好了，这块外边也是来一个小的，让它有个参差，因为这个花头比较大啊，花蕊少了不好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重要的笔法讲一下，主要是两连翻，然后这面呢是有虚程是怎么出来的啊？我给大家讲一下啊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花头分解步骤去讲。我先说一下两连翻，很多人还是画不好两连翻，其实呢，主要还是没有掌握它的技巧。首先是画一个小半圆啊，这个小半圆呢是成一个弧形的，看这样的啊，滚动1圈半，大约是这样的啊，不一定非得1圈半啊，这就看你这个画的这个花瓣的大小。然后再来笔尖还是调点深色，如果你这个两连翻你画的这个笔尖不够深啊，它就出不来这个效果。挨着它啊，再来一笔，都是往下探一下。底下这个就是这一笔很关键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一笔呢是把笔尖压下去，然后是整个笔尖往上抬，而不是这样滚笔就去贴啊。如果滚笔去贴，可以说它画出来比较平啊，没有这个起伏感，而且呢画不出来那个花瓣这个旗鼓的那个形态。我们是这样的啊，笔尖压下去往上提，
们看一下啊，画出来这个花瓣呢，它是起鼓的，笔尖是提上去直接往上贴啊，千万不要去滚笔往上贴啊。这也是笔尖提上去往上贴，这样画出花瓣呢，它是起鼓的啊，大家可能应该能感觉到。还有这底下呢，其实就是两连帆的延续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块呢是笔触形成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再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也是一个两连帆啊，就比方说我这块啊贴着几笔，我是先画了一个大的花瓣在下面啊，我把这笔洗放这儿，然后上面直接提一笔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啊，不一定每一次这个笔法都一样，不，这个每次这个下笔多少一样，但是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效果。那实际上这些连续笔法都是一种翻瓣的画法，并不难。你看这个层层叠叠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我希望大家咱们能把这一组啊，我单独拿出来讲解，就是右侧就可以这么画，你去多练一练啊。你看添笔都出层次，是吧？那你出来层次了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出层次，而且这个花瓣呢，它有一种柔软的感觉，是不是有啊？这就是右侧的这个两连帆啊，它的连续运笔形成的这样的花瓣，底下还可以再连续这样运笔，这都是这个花瓣这个层次。咱们看一下这片就出来了啊。我分组讲，不给他，我从来不说1、2、3、4、5，基本上不会分步骤啊，基本上极个别只有花苞能那么分。我这个笔法这么多，分步骤你能记住吗？是吧？我要是假如说1、2、3、4、5，那得分好几十笔啊，你记不住。但是我分组讲，我觉得更便于大家理解。你分组知道怎么画了，你多一笔少一笔，那都是你自己掌握啊。这个方法你起码会了，是吧？啊，大小瓣穿插啊，这一半跟它一般宽的，你就可以破一下呗，是吧？不是死的啊。我永远不希望大家去很死板的画牡丹，没有变化，那最后你这个不是画画了，就变成复制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学死了。好，这一组啊，我希望大家单独去练一练，起码来说右侧就没问题。左侧花瓣不多啊，我分解的时候我就能讲到，咱们也好画好学。在右侧，我希望大家能把这组单独去练练，然后一会儿呢，我还单独分这组啊。好，我再拿张纸。有点歪了似的。为了让大家能更方便的看清楚啊，我挪动了一下纸，也让大家能看到我这个笔洗什么时候吸水。好，我笔洗里呢再补点水啊，补水要慎重啊。我把玫瑰红调一点。玫瑰红啊，从笔尖呢调在笔肚，我这个笔里呢有颜色了啊，我就不调那么多了，越到笔尖越浓一点，然后再把曙红也从笔尖呢调在笔肚。我这么调呢，会比这个单独啊要好很多啊，单独这么画玫瑰红呢，干了发白，说真的它不好看。然后再把胭脂调在笔尖的10毫米之内，花青呢调在5毫米之内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中间瓣，中间这个滚笔其实就是圆柱体啊，往前自然滚动，这就像你的笔
看没有？这笔这么滚动，你就应该是这样滚动的，是吧？方向是这样的，什么方向？就是跟着圆柱体一个方向。你把这个圆柱体在纸上，你试一试是什么样的方向，你就把笔是这样的方向。如果往这面走是这样滚，往这面走啊，从左往右走和从右往左走，它是两个相反的滚动方向啊。你一定要用一个圆柱体比量一下，你新手掌握不好的话，你就用圆柱体比量一下，然后你跟圆柱体一个方向走就对了。千万不要是啊笔往后倒啊，然后你这个花瓣是往前走啊，就反了，就拧毛花了。好，滚笔，这个笔在纸上自然滚动不说啊，中间呢有个抬起，然后就变成了像两个花瓣一样，这就是一个中间部分。中间部分，然后我们画上右，就是这一块的啊，这一部分。少吸一点水，吸水啊要适当，所以这个吸水的这个大小啊，你慢慢的掌握经验之后啊，才能手头比较有准啊，有准。所以这个挺不容易啊，我呢也是天天这么画，天天这么画，一点点练出来的，很不容易啊，可以说它有个日积月累的过程。好，我们来画什么上右部分。上右部分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两连翻。那我们为了让大家能看清楚啊，我就在这个右侧部分来画，这样咱们能这样的四面组合就成了一个花头了啊。好，还是先画一个小半圆啊，这是第一笔，然后再画一个半圆啊，第二笔。笔尖补点深色，然后我们来添这个半圆，笔尖压下去，笔根呢要包住它的外缘，然后对好它的外缘啊，笔根对好它的外缘，直接往上提。笔根颜色有点重了，不太明显是吧？啊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咱们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这个也是往上提啊，也有层次是吧？能看出来层次。我拿个废纸啊，给它吸一吸，笔根颜色有点重，我们就可以拿张纸啊，这纸白瞎了，拿一个废纸吸一下。你也可以用我这招啊，当你觉得有点重的话，你可以拿一张废纸啊，给它稍微吸一点颜色，笔根颜色呢就浅下来了。千万不要去刮啊，我从来不洗笔，也不要去洗，不用洗。好，这个是右侧的两连翻啊，我这回呢，我上面并没有往上添棒啊，所以我两边没有吸上去。然后我顺势在这下面啊来了一笔，就是直接在这又来了一笔，然后这个地方添了一笔啊，这个是第三笔啊，第三笔、第四笔在这儿呢，第三笔、第四笔在这儿呢啊，这个是第五笔啊，第六笔，先后顺序啊，可以颠倒一下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是你把这个组合给它分出来就行啊。一会儿呢，下边部分我们着重会讲啊，这一部分层次比较丰富，但是它也有规律啊。好，这个是上右。啊，然后我们再画中间部分，
上中。上中呢，其实跟它是连续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首先画了一个，往这边滑动啊，先画一个半圆之后，看没有？笔尖直接方向就变了，然后再这么画一个，就跟它接上了，出了一个层次，就是这么来的啊。它是跟它对上的，这是第一笔。第二笔呢是切一下子啊，在这儿转了一下，切了一下子。这块这一组呢是上中。然后中间这块啊，中间这块呢，其实呢就是跟这个中间半啊是切的，也就是说底下这块啊，我们先用浅色啊给它添一下，这个也是啊，用浅色给它添一下，底下给它添一下，然后你再切笔，再切它底下这个部分。底下切笔呢，实际上就是开始就挨着它啊，我这样为了让大家看更清楚，我就直接用这个底下这个花瓣。其实运笔呢，就是别让它一般宽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就跟它外边就对上了啊，就是这几笔就行了。然后看啊，我们这来搭一笔啊，这个就是上中啊，中间这部分就这样就合上了。你看它们之间就合上了啊，咱们就知道了是吧？1、2啊，3、4，我就没有办法去标了啊，这标不了。你就自己去掌握。因为咱这永久回放的啊，你这个慢慢跟着练就行了啊。如果我这标就乱了，咱们就看不出来了，是吧？我就不标了啊。这是第一笔，第二笔是在这儿，你就知道了。后边呢，我不标注，你也能找到位置。咱们标注的目的啊，是为让你了解啊，更好的去掌握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笔的顺序完全一致，不用那样。就是下笔，其实越随意越好啊。当你掌握了一定的技巧之后，就应该下笔比较随意才对。要不然你真是就是把自己学死了，学进去了，然后呢就变成公式化了啊，模板式的去画头啊，那就不是画画了。画画就应该有个变化，随意发挥才叫写意。好，再把这个调色呢再调一遍。我们再来啊，这是上中上右啊，上左呢比较简单，没有几瓣。我们一会儿重点介绍是下右啊和那个就是底下这部分啊，瓣儿比较多。这个没有几瓣，看啊，比它高一点啊，先画一瓣，一定要在这块留个空啊，然后再来一笔。然后我们呢到这一步之后啊，我们仍然是啊，我把笔肚啊吸点水，笔肚吸点水，吸水呢要适度啊，千万不要吸大了。然后呢笔尖稍微来一点深色啊，然后把它还是填空啊，这就跟这块差不多这样的。这个上左呢，这是第一笔啊。这是第二笔，然后添啊，顺着它这个方向啊去包它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添笔成弧形啊，笔尖看跟它一样啊，这个笔尖往这儿往左来，这个呢就往右去
啊，看这样的笔尖儿也出层次嘛，是吧？快一点啊，要快一点。所以我这一块呢，稍微有一点飞白，那没有关系啊。然后3、4、5添5笔，3、4、5，但是这不是固定的。如果你一笔填不满啊，5笔没填满啊，就是3笔没填满，你还可以再填嘛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学死了啊，这个你要会找啊，找吧，东北话叫找吧啊。这是上左。咱们大家知道控水有多重要吗？说真的啊，第一步你就要把控水学明白，另外呢，调色学明白，不然的话你怎么画都画不出那干净透亮那个感觉来。咱们看一看啊，我刚才画的花头，现在已经有点干了啊。再看一看这右侧，是吧？越画的快，越干净清透啊，就应该这样的，出来的效果才好啊。画面的这个色彩感才能出来，色彩感有多重要啊！如果你这个画作品你就感觉到了，你就是笔法再好，色彩感上不来，就属于整个画面是失败的。好，我们下边呢水就稍微大一点，我说了，外围花瓣水一定要大一点啊。首先这一笔就得大一点啊。好，我们重点讲一下下釉。下釉部分，其实呢，这地方是2连翻，我们直接是贴上。首先就是这样的啊，再贴一笔，1、2，这是下釉啊。然后顺势还可以这块啊，再来。你可以滑动的快一点，出飞白没有关系啊。3、4，有点阴啊，因为我这个比例水很大。接下来跟它中间的瓣对上，好，然后我继续吸水，笔尖来一点重色，再画它中间部分，要不它不出层次啊。笔尖稍微来点重色，目的是让它出层次啊。这个右侧部分，你看一下，就是连续下笔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到这来了，第5笔之后，里边是碎笔，这几笔是连续的啊，没有固定的笔法。说真的，这块不能固定笔法。如果要把这个分析成1、2、3、4这几个呢，就是碎笔啊，就是应该是6、7、8、9啊，这几个笔底下又补了一笔啊。如果你是想用固定笔法来解析这个，确实有点难。我们呢就是按照你这个大小笔触往里填空就行了啊。但是这个运笔呢，我要说一下，运笔呢实际上是这样运笔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。用窄瓣去运笔就行了啊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然后下边这块这是下釉，下中呢跟它运笔一样模式，但是之前先来2笔呢是这样推上去的啊，跟它好什么好有一个衔接啊，然后往下一笔啊，这几笔呢是固定的差不多，但是也不要学死了。我是希望大家呢，还是要多去灵活运用啊，活学活用才是最好的。其实这几笔就是跟这个就接触上了啊，然后也是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顺着一个方向去运笔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在这外侧这块啊，来一个大一点的笔触，这一笔呢是推出去，它有2个笔法。我们呢，既可以推出去，也可以包回来啊，都可以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就不是固定的，是死的，不是死的啊。这个外侧这是下中啊，下中呢是这样的，然后下右下左啊，我们呢可以呢
给它推出去也行啊，勾回来也行，滚笔滚回来的，怎么不行呢？也行啊。然后这样啊，把这个笔法也能表现出来，而且程度也很好啊，表现的也很活啊。这是下左，然后底下是整理阶段呢，我呢这个地方是空了啊，这一笔跟它这一笔接下之后，这一笔是它啊，这一笔是它，我们对照一下啊，这一组就是这一组。我这样对照的目的是让大家更能清楚的知道哪是哪，然后这一组是这儿啊，它俩就衔接起来了，明白吗？这一组是这儿，然后这面这组，这面这组啊，这面这组就是这一块这儿，我稍微抬高一点啊，再讲解一遍，我怕大家看不清。这块是这儿啊，这一块啊下那个右是这儿，是吧？这一半就是这一半啊，这一半是这一半，这一半呢是这一半，明白吧？然后这一组我在这块比划过啊，这一组呢其实呢就是这一组，啊，这不就他们之间衔接起来。至于这个多一笔少一笔，你就参考这个啊。如果你这块衔接不会，你就参考这个啊，你就是来回练习就行了，比较简单，实际上啊并不难，难的是我们还不熟练啊，熟练了自然而然。另外我要说的是，你除了这个运笔之外，你还要学好调色。调色有多重要？调色在运笔的前面，调色是第一重要的。调色调好了，才能出来层次，才能把花瓣画得清透。第二个，运笔速度要快，笔速要上来啊。尤其是啊，这个你这个画翻瓣的时候啊，画那个2连翻、3连翻，还有滚笔的时候，笔速一定要快，才能把花头画得清透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个课呢不宜过长，长了之后我就上传不上去啊，所以呢我就不领着家人们再画一遍花头了。你回去呢就按照前面去练这个花头啊，多练一下这个前面画的这个花头就行了，我就不画第二遍了。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。